本视频接上一个视频。我们上午正在安灯的时候，这个师傅突然走进来，一进门看到我就说：“米师傅，米师傅，我是先锋呀，我是先锋。”哦，虽然我们没曾见过面，第一次见面，但是相识已经有半年多了。他是我的一个粉丝，然后在我的每个视频看评论区到最下方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有他的一个点赞，每一个视频都有，默默支持我的一位粉丝。他在这家接到一个活呢，就是安装一个吊床，就是我昨天说的这个卧室。它的中间装了一个吊灯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吊床，它这个吊床呢是有4个吊环，每一个吊环有4颗膨胀螺丝，这个膨胀螺丝是8毫米粗的膨胀螺丝，然后我们打孔的时候打14的孔，套管就是14的。像这种情况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说，因为它是定位的，4个孔都是一样的，最怕就是打到钢筋，打到钢筋就麻烦了。装这个吊床，先锋师傅也是第一次安装，还特意买了一个东城的冲击钻。可是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有14的钻头呀，他没有带14的钻头。刚好我车上有，我去把那个钻头拿上，跟他一起装这个床。刚开始呢，业主不在，跟他确认了一下安装的位置。和业主电话确认了这个安装位置以后呢，我就开始画线，就是按我们正常这个床的位置去安装。因为节省出来的空间可能那边要放衣柜呀什么的，就是床头柜呀这些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。然后我就把这个4个定位的点呢已经画出来了。这4个吊环的位置画出来以后，怎么看都别扭，然后大家一直都觉得这个吊床和灯啊它不对称，然后装出来的话有一根绳子，有一根吊绳的话，如果晃床的话可能会磕到灯。那就再一次跟业主去确认了一下他这个位置，业主也拿不定主意了，说过一会儿再安装吧，他10分钟以后就到。最后等了他一会儿，他过来重新定位。业主过来以后重新确定了位置，这个房间呢不能按正常的套路来了，只能是说把这个吊床以这个灯的中心去安装，也不考虑床头柜啊、衣柜啊这些。本身他做这个吊床呢，就是为了和孩子一起玩的。现在是抛开一切因素，就把这个吊床和这个灯上下对应安装就可以了，那就重新给它定位画孔。先锋师傅新买的东城电钻它是2功能的，我建议他换成3功能的，所以新的钻还是不要用了，他换一个3功能的吧，毕竟以后安灯的话可能会用得到。如果卸槽子有一点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开一下槽。现在是考验我这个电钻的时候了，其实打这么粗的孔，这个800瓦的电钻还是比较吃力的。打第一组的孔打了4个，非常的幸运啊，一根钢筋都没遇到，非常的幸运啊。回想前几年我也是打吊环的时候，那个螺丝比这个还要长，但是没有这么粗。可能那个螺丝有8到10公分吧。我说业主把这个螺丝换掉吧，这个太长了，有风险。业主说这万一我健身的时候，就是他挂的那种健身那个布子，那个叫啥我忘了，万一转的时候头朝下，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说就打这个吧。那个时候就把电线给打断了，打断以后我用的是3公分半的开孔器，就是我们的玻璃开孔器，打了一个洞，然后把那个受伤的电线从那个孔里给拉出来，把2根线重新接上以后包好，又给它塞进去，
然后业主找的那个关腻子的，然后重新给补上了。所以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谁再好的老师傅，再牛逼的技术，谁敢保证说我从来都不失手？那是不可能的。遇到问题处理问题。打到最后一个吊环的时候，遇到2钢筋，那没办法，这2个螺丝做一个特殊的处理。因为打的深度大概有4公分左右，所以说这个螺丝呢，我就给它切割一下，把它切短。切短的话，它还是有承重能力的。毕竟这一个吊环用4颗螺丝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2颗切短了，它的力量也是足够用的。这个切短了，这个打到钢筋了，有2个打到钢筋了，只能切短了。和先锋师傅聊天，他这半年的时间，其实单子也没少做。他设计的种类也挺杂，然后装过家具、学习桌、床这些，电视、净水机等等吧。我觉得设计这么多种类，比我都厉害呀。先锋师傅看到这个视频，你就不要点赞了，你直接写一下你这几个月的感想与心得，然后所有的师傅都会与你互动，看到的都给先锋师傅点个赞。美女说这个能撑得住吗？我说我俩加起300斤，来试一试。这明显是没有问题的嘛，再来2个人这都吊得住呀。关键性的问题来了，绑这个绳结，这个绳结怎么绑才好看？这个绑法是商家给的一个绑法，看商家发的那个视频绑出来效果特别好，可能是这个绳太粗了吧，我感觉绑出来效果不太理想。上边绑完了，绑下边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其实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钢丝绳啊？钢丝绳，做那个锁头的时候，那钢丝绳它是编织的，编织出来那个效果非常好。现在拆的这个包装呢，是包装的床垫，这个床垫我觉得太厉害了，厂家把这个床垫设计成一个折叠的。在运输的过程中，这个比较省地方。这就是我们国人的智慧，太聪明了，我都没想到呀。有谁和我的想法一样？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跳上去试一试。有和我想法一样的，评论区必须给我留言，我要看一下有多少人有这种感觉。这个架子绑好以后，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。透过视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看得出看不出？现在它是有问题的。我刚开始也没有注意。看了半天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想了想，原来是这个绳啊，还是绑错了，这个位置不对。绑了半天，费了老大劲，绑错了，然后全部都拆掉，又重新调了一个方向，这样绑出来，效果应该好多了。刚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得上去蹦跶2下呀。床垫子因为拆了，那就没法弄了。现在从这个视频的角度，大家看一下现在绑完的效果，是不是感觉这个绳儿是直的了？刚才是那种锥形的、叉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活就干完了，大家觉得哪里有问题，请多多指教。